Welcome to NSAE Nuggets series, a series of live talks on topics relating to active aging. These live talks will take place every Tuesday and Friday at 2 p.m. here on C3A's Facebook page. You can share this live video with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too. After the live session, this video will be made available on both our Facebook page and YouTube channel.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美丽，是飞跃乐龄课程的讲师。然后我谢谢 C3A 我们的活跃乐龄理事会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在线上学习，能够有一个小知识，能够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提升自己的机会。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课题是有关于祖孙关系的。那是什么题目呢？原来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是我们怎么做孙儿女最亲密的老朋友这个课题。那我们都知道好多小朋友这些孙辈们呢，我们所说的孙子女哈，他们很多时候在跟我们的祖父母相处的时候，在跟阿公阿嬷相处的时候是很开心的。我们常说哈，爸爸妈妈就很严厉的管教他们，但是爷爷奶奶就会宠。所以但是在这个会不会宠，这是另外一个要呈现的课题，但是今天我们不会分享这个。可是我也要跟大家讲说，爷爷奶奶啊，看到孙子女的一些小动作小表情，常常就会变得非常开心，很逗趣，孙子女很逗趣。可是呢，很多时候当孙儿女开始会说话的时候，或者是比较长大了一点的孙子女，慢慢的似乎跟我们的长辈有一些的隔膜了，好像不太会有这个的沟通关系。所以今天我想借着这样的一个短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说，我们祖孙呢可以怎么让关系会变得更加好一点。那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也要想想说，我们的孙子女对于他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嬷是不是有一些的期待，我们先也了解小朋友心里是怎么看他的爷爷奶奶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孙子女的一些心里话好不好？我们开始先从这样来了解。那孙子女的心里话呢，我就把它分成希望爷爷奶奶干什么做什么，不希望爷爷奶奶做些什么。那我们首先就先来看希望爷爷奶奶做什么，这些都是我们的孙子女里头的一些想要表达的话。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我希望我的爷爷奶奶可以有空的时候跟我聊聊天，天南地北什么都可以聊。然后呢，不只是如果是更小的，爷爷奶奶可不可以陪我玩玩具？可不可以陪我玩爸爸妈妈买给我的小车？可以怎么装吗？可以怎么样的去玩得更有趣一点点？或者是阿公可以做一些很特别的玩具，是以前买不到的，所以我可以跟阿公一起玩。他们希望爷爷奶奶可以跟他们一起的讲话、开玩笑，一起玩。也希望什么？当他们做得不错的时候，爷爷奶奶可以称赞我。他们也很期待爷爷奶奶如果看到他们的表现不错的时候，有帮忙做家务啊，或者是在学校有什么样的好表现啊，他们都希望说爷爷奶奶不只要父母，他们也希望爷爷奶奶能够称赞表扬他们。然后当日常生活里头，当然就少不了说，哎呀，如果阿公阿嬷知道我不舒服，或者是知道我心里面有难过，可不可以关心我多一点？我也希望爷爷奶奶能够陪伴我多一点点，关心我多一点点。最后一个孙子女希望爷爷奶奶干什么呢？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爷爷奶奶就要站在我这里帮我说话，这是孙子女们都希望的。因为在爷爷奶奶的心目中当然孙子女是宝贝，对不对？他是我们的一个小孙子小孙女我们很想去亲近他们。但是很多时候做祖父母的可能就要想想，当我们在看到这些孙子女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希望的时候，我们也来问自己我身为一个阿公阿嬷或者是爷爷奶奶我是不是在孙子女的面前是可以亲近的一个形象？还是我是比较不说话，比较严厉，或者是比较木讷，或者是不想跟小朋友玩闹的，比较严肃的。所以可能我们自己先要问自己，我希望在孙子女的面前，我想要扮演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形态。
然后我接下去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说喜欢孙子女喜欢爷爷奶奶做什么，不喜欢怎么样，所以不喜欢的是什么？他们也不希望爷爷奶奶做一些的东西哈。我们第一个呢，我们来看哈，不要对我嫌东嫌西。那有时候爸爸妈妈管教已经很烦了哈，他们可能觉得说哈，比较大一点的孙子女，哎呀，又爸爸妈妈每次说这个不可以，那个又不可以。但是呢，如果跟爷爷奶奶相处的时候，爷爷奶奶也是这样。哎呀，为什么你这么大的字还写的这么难看啊？为什么你这么大了这一点东西你还不会？哎呦，这么大了哦，连洗个碗都有问题，不要他不喜欢我们做爷爷奶奶的哈，就是不是在他的父母当中哈，我们还是扮演一个这样的一个嫌东嫌西的一个角色。那好多孙子女其实基本上他们都不喜欢爷爷奶奶讲这样，所以有时候他们会讲说，爸爸讲我就够，你不是爸爸，或者是妈妈骂我就好，你不是妈妈。你看这样的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哇，老人家可能就会很伤心哦，我指正你，你还要给我这样的回答。所以呢，但是坦白讲，当我说心里话的后，心里话，也就是说他们有期待，他们希望他们的爷爷奶奶可以做些什么，所以就不要对他们嫌东嫌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就要讲的是，不要整天在我爸爸妈妈的面前 complain 我就是说，哎呀，你看你的女儿，你看你的宝贝儿子这样子，所以他们会觉得说这个他们也不喜欢，就是原来今天我去阿公阿妈家，我的眼睛就盯着我看，然后等到爸爸妈妈来的时候，他就全部一起 complain 出去。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也是要提醒我们呢，我们不是在当中做那个报告班长这样的就是等他爸爸妈妈来，我们什么东西都报告给他父母知道。其实我们孙子女是很介意这一点的。那然后呢，你知道什么意思叫做他们也不希望说爷爷奶奶常常把死这个字挂在嘴边，这什么意思？我要解释一下，就是说有时候爷爷奶奶就会很动不动就会说，哎呀，我已经老了，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死掉算了，你都不听我的话，就是常常就把这个死挂在嘴边。那我们的幼小的孙子女，他们真的很，如果他很爱你的话，当他听到你这样讲，他很难过。他会难过说，哇，原来我的爷爷奶奶要去死了，要死了，怎么办？但是如果他是觉得说，哎呀，爷爷奶奶就是不是这么亲近的，他就会想说，干嘛一直跟我讲这个东西，是吧？所以他们可能不太跟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出发点，或者是我们内心的感受。所以大家千万要记得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我接触的当中，有时候我也会发现有些老人家心情不好的，很喜欢就把这个事挂在嘴边，这个是给我们的提醒。所以我们在孙子女的面前，我们尽量不要用这个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苦恼或者是情绪。最后一个我要讲的就是，不要常常跟孙子女的父母吵架。我知道说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子女就是我们孙子女的父母，当他们做的不好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当然身为父母，我们当然可以去跟他解释，或者是指导他引导他，但是可能我们要注意就是那个客观环境，如果我们的孙子女在当中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批评他的父母，我们就要很小心我们嘴所说的话，因为毕竟他也是他我们的子女是我们是子女的父母为什么你骂我爸爸？为什么你骂我妈妈？或者是这样？然后慢慢的，如果这常常发生的话，你想会不会影响到三代同堂的那个亲情的关系？我想这个是当然会的。所以呢，刚才我们看的孙子女不希望我们的爷爷奶奶或者是阿公阿嬷能够是不是有一些的改善？所以如果刚才我所说的大家我相信不会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那我们就是有一个的小提醒，提醒我们说，我们的孙子女其实对爷爷奶奶也会有一些的期望，就好像我们对他们一样，也会有一些的期望的。那这个的心里话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可是它的确为什么是一个提醒？因为它的确能够影响到我们的祖孙的关系。所以大家就要记得咯。然后接下去我们说，如果祖孙的相处是这么样的重要的话，为什么是重要？你知道孙子女对我们的家中的祖辈来说是什么？你知道吗？那不只是孙子而已。我们不说我有一个孙子，两个孙子好开心。其实当他们看到长辈们看到孙子很开心就是看到什么？看到了两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爱跟生命的一个传承。对祖父母来说，
看到小孙子孙女的出世，就是看到他家庭当中一个生命的传承。所以我们常说啊，祖父母看到，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看到孙子女就很开心的啊，笑起来真的特别甜。一个小动作啊，孙子女的一个小动作啦，一个提问，一个关心，乐的老人家真的是可以是老半天的。所以如果是要维持那样的一个的亲密的互动，我们所说的一个关系的话，我今天接下去就要跟大家讲，有一些技巧我们需要去提升，需要去学习的。好，接下去我们来看怎么让我们的祖孙的互动是没有障碍的。当然这些都是日常生活，我想到的都是日常生活中是可以被提醒的，也不难学习。好，第一个我们来看爷爷奶奶可以做的是什么。在这个无障碍当中，为了让大家更清楚自己可以做些什么，那我当然除了做些什么，我也会告诉大家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所以我们首先先来看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先听再说。那这个是不是单单只有祖孙的关系需要用到的技巧？这个是所有人际关系我们都需要用到的技巧，就是先学习好好的听。我们常常喜欢多说，尤其是面对比我们小的哈，就是我们的孙子女啊，我们的子女啊，就是辈分比我们小的，我们比较，尤其是小孙子女，我们看到他你做的不对的，我们就想要去教他怎么做，或者是他告诉我们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些都是小孩子的东西，都不值得好好的听。那今天我先说哈，就是如果我们要跟他们建立那个好的关系，他们把我们当成亲密的朋友，我们也需要把他当成亲密的朋友。纵使他讲的东西不怎么连贯啊，不太会表达，尤其是3岁、4岁、5岁啊，可能想要讲的东西都是一段一段的，可能都不是很连续。可是我们都要表现出我们对他所说的，我们是选择先听。至于第二个，我说对话题感兴趣，我2个一起讲的话，也就是说你选择先听他说什么，然后我们才来回应。先好好的听，当你好好的听的时候，也就是我第2点所说的，你对他所说的话题你感兴趣。那我们人跟人的互动是这样子，如果我说话你愿意好好的听，我就会想到你对我所讲的东西是有兴趣的，再加上你的脸部表情，你的肢体动作，你眨眼睛，然后你点头，你回应，原来是这样，你做这简单的回应，这就表示我在说话的时候对方在听。我们的孙子孙女也希望我们能够用这样的态度去对他，当他跟我们说一些什么故事的时候，也许他们所说的故事是那种很长篇的，就是东一块西一块，但是我们慢慢帮他们整理。刚才你是说这样哈，爷爷没有听清楚，阿嬷听不太清楚，刚才你是说你的朋友怎么样啊？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回应表示对他所说的有兴趣，这个是一个支持来的。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先听再说，而且要对他所表达的有一些兴趣，因为这个是一个支持。那同时我们也要耐心的去解释，那有些东西可能他们做的不怎么好，或者是他们有些东西问了我们，问爷爷奶奶怎么办还是怎么样，我们真的要很有耐心的解释。在这个解释的时候，我们现在不是面对一个大人，我们不是面对一个大人般的来解释，小朋友不理解的，他们只会说阿公你很啰嗦嘞，这样我不懂你在讲什么。所以也就是说，对小孩来说甚至是小学生，你的孙子女是小学生，我们依然要按照他的年龄，他能够明白的那个时候来跟他们做解释。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呀，回去找你爸爸讲了，或者是问你妈妈，那其实我们就失去了一个这样很宝贵一个互动的机会。他不是要我们有多厉害，其实孙子你跟我们讲话，他也会想要知道我们有多么多的学问，或者是有多了不起的道理。他们只是要爷爷奶奶是不是听懂了我，是不是明白我所说的。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跟他们解释的时候，我真的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自己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在做任何的引导或者是解释按着他们的年龄，3岁、5岁
或者是8岁、12岁，所以可能我们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跟他们有这样的互动。最后一个我要讲的是，态度真的很重要哦。那可能2、3、4岁的，他们可能不太知道这是有多重要，但是在幼儿园以上的，就是小学的、中学的，他们就会知道爷爷奶奶有没有尊重。那可能我会说错，但是如果我们一句话说你都乱讲，可能他就觉得我其实没有乱讲了，这个是我所知道的，所以这个他就觉得每次都否认我，每次都我讲的东西都不对的。那所以呢，那我们怎么可能亲近呢？所以大家记得第4点我要说的，在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意见不同，或者是我们想说表达的，我们的孙子你可能做不到，但是我们依然不是责备，先以责备来开始，我们先尊重的方式，慢慢的按着他能够明白的语言去向他解释。那因为这4点加起来只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在祖孙情当中，我们可以连接，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孙子有更好的那个关系，因为我们跟孙子有很好的关系，他会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跟关心，这个其实是重要的。不，我们要很看重我们做爷爷奶奶阿公阿嬷的这个的身份，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在家中也扮演着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角色。 OK， 好，当我们谈到说祖孙互动里头我们看到的一些障碍我们就想要做一些什么东西来加强，可是我也要跟大家讲，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不要做的。在沟通，尤其是在对话在互动当中，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做的，那我们也要被这些的小贴士给提醒。第一点，泼冷水。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孩子还小，然后他们说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值得这么宝贵要好好的听然后甚至是我们带着一些讽刺泼冷水的。比如说今天如果你那个上小学的孙子回来的时候跟你说，阿嬷老师选我做班长嘞，他说我很厉害，在班上很乖，他选我做班长。然后你想这时候你的回答是什么？是没做班长我又不见得你在家里很乖你的老师可能看错了啦，你怎么有资格做班长？老师今天没有戴眼镜比如说你就开始讲这样的泼冷水的话，那你可能就想想这个孙子我用回这个例子来你觉得这个孙子当你站在校门口，或者是你去接他放学的时候，他迫不及待的已经等了好久，就要把这个好消息跟你讲，但是呢，你的回应如果是这样一盆冷水浇过去，你觉得这个孙子当时的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表情，或者他心里面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提醒我们长辈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不是每个小孩都会很顺畅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可能他们表达的时候不是这么容易的去表达他们原本的感受，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听，我们能够明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听，我们就会或者是加上我们的回应，会让他们感觉不舒服，真的会让他们感觉跟我们的距离是远的。所以大家记得不要泼冷水，也不要讲讽刺的话。所以泼冷水就是说，有吗？你比如说再举个例子，比如这样的回应就是有吗？你有这样好吗？为什么我从来就不知道？好了，你这样厉害，你比我厉害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比如说这一些或者是更糟糕的是说，你有哪里有姐姐这样好呢？我们就开始在我们的孙子当中来比较。我想这个要特别的注意。那第二个，敷衍了事。他比如说他跟你讲说，老师说我的字，阿嬷老师说我的字写得很漂亮然后你说懂了快点去冲凉阿嬷叫你刚才去冲凉了，你到现在还坐在这里。你看我们换话题，他告诉了我们没有跟他的那个高兴或者是难过的情绪连接在一起，我们换了一个话题，我们觉得他讲的东西不重要，我们敷衍，我们的才重要，要做功课要干嘛干嘛，我们的交代才是重要的。那我想这个也会让孙子女有不好的感受，久而久之这些东西是累积的，他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时候，久而久之他就不太再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的课题。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敷衍了事尤其是那些很难很顺畅表达自己想法的可能词不达意啦，或者是说话总是说不清楚的，我们真的是先听再说。刚才讲了好好的耐心的听，然后慢慢的
很快的闪过自己的念头，我的孙子在告诉我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就很快的，当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就马上就说，哦，是啊，哇，我真的阿公为你感到开心嘞，哇，原来我的孙子是这么了不起的。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是什么样，多语的称赞，多给予关心这样的意思。所以大家记得不泼冷水，我们也不要敷衍了事他所说的。至于第三个，有时候我们说好了，如果这么难要开口要注意这么多，然后我的孙子女跟我讲话，我就不说了，也就是说不在意孙辈的感受，冷淡回应。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昨天妈妈说我很厉害，帮她做家务来，我帮她折衣服，然后你听了之后，你说哦，好了，明天继续帮妈妈折衣服。能看这样的一个冷淡回应，可是他告诉我们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他很开心，他帮妈妈折衣服，但是他跟爷爷奶奶说，他希望什么？他希望爷爷奶奶给他称赞，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可是呢，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就说好了。反正你都长大了，在家也没有东西做，就应该帮忙啊。本来是应该称赞的，那我们的反应是这么的冷淡，就变成教导。他说：“哦，又来了，又要告诉我做这个做那个。”所以你看，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跟小朋友互动的时候，跟孙子女互动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经意就会流露出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最后一个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刚才已经有讲了，在孙子女的面前呢，我们绝对不要去批评他的爸爸妈妈，因为虽然这个爸爸妈妈是我们自己的子女啊，我们也很了解他的强处、他的弱点，但是他毕竟是我们孙子女的父母，他的父母很大的，就是说他把他爸爸妈妈看的是 number one， 这个是也应该的。父母在孩子心目中是最伟大的人，但是如果他听到这个爷爷奶奶总是在批评你的妈妈，那尤其是婆媳，然后这个的确会深深影响到这个子女对他妈妈的看法，还有对我们长辈的看法，所以绝对不能够在我们孙子女的面前去批评他的父母，或者是说，哎呦，你这样差，原来你跟你爸爸一样，你爸爸以前也是这样的啊，做东西也是没有分寸，比如说是这样，或者是说，哦，为什么你跟你妈妈一样啊，做东西没有经大脑，比如说是这样，我们不经意的这样流出来，可是他的妈妈在他的这个小朋友的心里面是最伟大的人。那但是他因为我们是他的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所以他也有一些的尊敬在里头，但是内心里面是很不开心的。所以我常常说在教导长辈在婆媳的当中，我常常说，我们真的是要很在意我们嘴巴所说出来的话，我们嘴巴说出来的话，哪怕是对我们的小孙子女甚至是到他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我们周围的家人我们真的要问清楚，我们这句话说出来是给对方一个怎么的感受？是让他感觉到更开心、更有希望，还是让他感觉到很沮丧，或者是有一些负面的情绪？那这个是不容易，但是我们就要学习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模式，这样的一个跟孙子女互动的模式。我们希望我们一家都是乐融融的，3代都是热融融的。虽然我们没有住在一块，可能没有住在一起，但是呢，真的很在意我们在表达当中是怎么样的让这个关系可以更凝结，可以更好、更温馨，而不是说因为我们这样仗着，或者是仗着说我们是我反正都没有，不是我照顾的他的爸爸妈妈做什么就算了。但是我们刚才我已经有跟大家说其实爷爷奶奶在家中有扮演着某一个有所谓有分量的一个的角色，不是只是说我有孙子女了我就成为爷爷奶奶阿公阿嬷而已。所以我们也让自己做一个很好的榜样，虽然我们是爷爷奶奶，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做孙子女的榜样，告诉他怎么样，他看多了，他听懂了，他自然慢慢的也知道怎么样去尊敬他的父母，这是我们乐意看到的，也知道他们在手足之间怎么样相处，然后我们一家人可以怎么样的共处，他也知道怎么样跟我们这一些爷爷奶奶阿公阿嬷有更好的互动。所以这一些可以做的不可以做的，其实我想到的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运用的一些技巧。
所以我希望说，大家在分享这些的技巧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不管是对孙子女也好，或者是孙子女的父母也好，这个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好好的学习我们这个长辈哈。我们既然是有这么样的身份呢，我们是我不可以用德高望重，但是我们就是家中的一个年长的长辈，我们真的是要以身作则。那不难，这跟爷爷奶奶说，哎呀，我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么麻烦，跟孙子女讲话也这么麻烦。当然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表达，但是我只有一个目的，我希望我们的家庭是更融洽的。那尤其是我们做隔代，如果什么隔代，就是我们自己爷爷奶奶照顾我们孙儿女的，就是长时间一直看顾的。然后他其实我们的一举一动，你会不会觉得他看我们的时间多过他看他爸爸妈妈的时间？所以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带出的价值观，其实一直在深深影响到这些小朋友，所以一直在影响的是我们的孙子女，我们的吃饭的态度，我们对家人的态度，我们对长辈的态度，我们对我们周围身边环境的接纳度，其实有意无意当中，在跟祖孙彼此的分享当中，其实都在影响着这些晚辈怎么去看他周遭的环境，还有他的家人。所以我希望说，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大家都能够把它记下来，尤其是可以多做的，我们尽量的就多做。比如说，我们真的是以尊重的啦，或者是我再重复一下，就是说，我们是要有亲近的。所以什么亲近不是一天到晚就是纵容孩子，就是说哦，我要让买他的心。我们常说哦，我要买我孙子女的心，他要什么我就给他，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跟我们在一起亲近的意思，就是他跟爷爷奶奶在一起，他感觉很舒服，他感觉他有话可以直接说，而且不只是说，而且说了之后还被阿公阿嬷了解。我喜欢跟我阿公妈在一起。然后你看，其实我也发现很多长辈都懂了，他们也正在做了。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所以讲了这么多，我真的希望说，大家等一下，可能再慢慢的去消化一下，有哪一些点你是觉得你是可以加强的，有哪一些点你觉得，我不要再做了，比如说泼冷水啊，或者是跟孙子女讲话的时候啊，从来就不要看他们的，或者是觉得说，我要代替他的爸爸妈妈来管教他们，来什么东西都告诉他 no no no， 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到底是怎么样的？想一想自己在孙子女当中的一个角色，你可以怎么样的一个的掌握？所以这样的一个分享，这样的一个技巧，记得哦，在跟孙子女相处的时候，记得好好的把这些技巧一一的拿出来应用。你越学习，你越习惯了，然后其实你就会发现，哦，其实也不这么难，其实也是我平时正在做的。如果你平时正在做的，那我就恭喜你，肯定你跟孙子的关系应该是很不错的。但是你说，这么老了还要再学这些东西，那我们说学习没有限年龄的。我们都要学以致用。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我在讲了，我们希望我们一家是和谐的，我们希望我们一家包括跟我们的孙子女都一直保持这么好的关系。所以我也跟大家讲一个例子，我曾经看过一个阿嬷然后她本来就是不太会用那个手机或者是电脑去跟他在外国的孙子互动的，但是呢，因为他很想孙子所以他就跟他的女儿说：“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用？”但是当然不是一下子就上手的，所以当他学习到怎么通过这个电脑去这个视频去跟他在外国的孙子，那个孙子大概是4岁吧，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时候，哇！那个孙子好开心，所以那个孙子就知道每一次什么时间，这个阿嬷就会用视频来跟我互动，一互动有时候是1个小时，问的东西都是你看我说先听再说，就是这样。他问阿嬷你今天做什么？你今天吃什么？那有时候阿嬷就觉得干嘛问这种无聊的问题，吃什么做什么？每一天都问这些的问题。可是在这当中慢慢的，这个孙子长大的时候呢，他就会过了1年。真的1年的时间每个礼拜有1到2次这样的视频，他跟阿嬷建立了一个很亲密的那个祖孙的感情。所以当他阿嬷去他的家，到他的那外国去探访他的时候，我跟你讲，他真的非常高兴，因为他真真实实的看到每一个礼拜1、2次的视频的阿嬷终于出现在他的面前。
面前，然后他跟阿嬷去搭脚车，然后他告诉阿嬷他家的环境，你看这样的一个关系是让这个孙子女一辈子都记得的。原来我有一个跟我这么亲近的阿嬷，所以我们也尝试用这个的方式跟我们的孙子女建立一个很特别、很亲密，好像老朋友一样的关系。所以记得我刚才跟大家讲的祖孙的互动里头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做的。我相信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这么老的可以学得来吗？其实我刚才已经有讲了，这些的小的那些知识或者是小小的技巧，这个不是只是对孙子女的，这个是我们一般上跟人讲话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是难的话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不要把它想的这么多啦，我们就尽量的啦，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温和一点，温馨一点点。然后毕竟这个小孙女小孙子是我们很爱的，所以呢，我们不是只是说买一些东西给他而已，其实很多孙子女都希望从爷爷奶奶当中得到另外一份更比爸爸妈妈除了爸爸妈妈以外的爱跟关心。那我就让我们这个阿公阿嬷来扮演这个角色了。所以希望说这个的小提醒，不要怕难，一样一样的慢慢来学。我真的鼓励你跟这些小朋友建立一个很特别的关系，因为这个是一辈子他们都得记得的，他们都会记得他们有多慈祥、多可爱，或者是多搞笑的外公外婆，或者是阿公阿嬷跟他们相处，好不好？我真的在这里鼓励大家尝试一下，不难，这些小技巧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得到的，就是放轻松，我们亲近我们的孙子女的时候，我们带出更多的关爱跟支持。好，这个时候我想说也进到了一个问题解答的时间，好不好？让我看一看在线上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有一些的问题，他们想要给我们一些的让我给他们一些的解答，好不好？好，我看一下，如果孙子沉迷了游戏怎么办？所以你看，如果我们的孙子女沉迷了游戏怎么办？所以这个问题呢，我的答案就是，如果孙子是沉迷游戏，这个是应该是管教，而不是说2句就可以处理的。我的建议是要跟孙子的父母讨论这个东西，让父母去承担管教的责任这个部分，因为沉迷于游戏是需要很多管教的部分在当中来把这个孙子的这个孙子的这个沉迷的这个瘾看看要怎么样去处理。然后至于这个时候爷爷奶奶扮演什么角色，就是辅助。刚才我讲管教的责任主要是落在子女的身上，就是孙子的爸爸妈妈，而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辅助的。然后我们可以说现在这样的话我能够做帮你什么，所以用这个的方式。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天到晚就为什么妈妈叫你不要玩你又在玩，可能这样的话让这个孙子跟妈妈爸爸的关系也不好，也跟我们的关系不好。我觉得我就做了这么一个简单的回应。也有朋友问说，如果祖辈我们说要沟通要怎么样，但是那个语言如果不同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那我想当然如果我们说要祖孙要建立那个关系，语言是很重要的一环。唯一能够我的解答唯一能够让这个突破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孙子女学习，就是拜他做老师。他们一定很喜欢。就是如果假设说我们是以华语沟通做媒介，但是孙子女可能他们比较强的是用英语，可能在或多或少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应该是什么意思，你可以教我吗？那慢慢的我们也不是为了敷衍而学我们当然是想要记得，所以慢慢的我们也用一些这样的他们的语言来跟他讲。刚才我讲了对话很重要一样东西，就是那个语言必须是相称的。所以可能我们也拜他们做小老师，让他们来教我，然后大家乐在其中的互相学习，他们也学习我们的，所以这个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做到的。好，也有一些朋友问说，如果常常送一些小礼物给孙子好吗？大家觉得送
小礼物给孙子好不好？那当然好啦，因为通常我们说其中一个爷爷奶奶扮演的角色其实好像就是圣诞老人一样，常常有问的没有问的都买。可是呢，有些时候，爷爷奶奶就要小心哦。如果只是在跟孙子女互动的当中，就是一味的去送礼物，我看这个可能他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这个不是很好啊。所以呢，我们说，在这个祖孙情的建立里头，送礼物其实是一个方式，但是可能大家就要知道说，常送礼物一直送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意义了那当然，这个也要看爸爸妈妈，就是孙子女爸爸妈妈怎么看这个东西。当然，你不会说我不要买什么东西回去叫你爸爸妈妈买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法。偶尔我觉得送礼物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小孙子小孙女就朝着爷爷奶奶买礼物的话，买东西的话，可能这个就要适可而止吧。那我也看到了另外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祖父母跟孙子女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做些什么？如果你的孙子，我的解答是假设你的孙子女是比较年幼的比如说2岁3岁然后我们就照顾我们的孙子女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以在家跟他讲故事，那我们可以学习怎么讲故事，然后我们可以跟孙子女一起看照片。我知道我常常说，现在我们的照片都没有洗出来的，这就没有冲洗出来了，都是在手机或者是在电脑。但是我也觉得说，其实有一些照片如果把它冲洗出来，放到相簿里面去，然后在孙子女可以常常拿到，就是也不会容易弄坏的情况底下就是我们也可以拿起来在他有空的时候把他抱在怀里，2、3岁甚至4岁都 OK， 跟他讲讲照片里的人物。我告诉你，这个是很温馨的一个活动。然后你会说，你看到谁呀？他会认得爸爸吗？这是妈妈吗？阿公在哪里？阿妈呢？阿妈在哪里？他会不会问很多很多的问题？那通过这个照片，让他来认识家里面的人。你看这个是舅舅或者是这个是姑姑。这些这样的一个就是跟我们祖孙一起去看这些以前过往的照片，能够两边的情绪都能够满足。爷爷奶奶看了以前的照片，有很多回忆当时干嘛做什么，我们去哪里玩，有很多正面的感受。对孙子来讲也是一样，哇，我们好像一家人一直在一起，这个很重要。所以如果是孙子女更大一点点的，爷爷奶奶可以带他们去 playground 玩。我刚才讲在户外嘛，如果你的身体还不错的，你是不是可以跟他们一起做一些的运动他们踢球，你就在那里做体操好了。然后或者是说带他们一起去看电影以前我的母亲很喜欢带我的孩子或者是我妹的孩子，就是哇，他们都很喜欢跟外婆一起去看电影。因为跟外婆一起看电影的时候，看完电影外婆总会说：“你们会要吃什么吗？”这是爷爷奶奶里面最高兴，就是做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孙子女也很开心了，因为好像什么都可以，跟爷爷奶奶出去他什么都可以一样。比如说去看电影或者是去运动带他们去 playground 我也听过一个奶奶哇，她很强她会跟她的孙子去楼下踢足球当然不是所谓的那种足球，她的孙子大概是5、6岁就是买了一个小球，然后2个人这样踢来踢去，这个是他们祖孙里面最宝贵的时间。所以其实是可以想很多的。那更大一点的，可能我也有看过一些例子，就是煮饭比如说来到12岁、11岁，甚至是中学的我也有看过这样的例子，就是阿嬷在做那个笋粿的时候哇，这个孙女特别有兴趣，然后叫孙女来帮她磨粉帮她包啦、学习啦。所以当这个成果出来的时候哇，我就看到这个奶奶就说哇，这个孙女比她更高兴。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活动。所以有人说3代同堂然后祖父母的角色又是什么？那3代同堂祖父母的角色永远要知道说，在管教的那一环，我们不是主要的角色。在管教孙子女的这个角色，
这个责任是他的父母，而我们是一个帮助者，我们帮助他的爸爸妈妈怎么可以更好的去管教他的孩子。所以呢，当然我们是那个配合的，也就是说，比如说，好比说，他说，我最近我发现，如果他的爸爸妈妈说，妈的，他最近开始不吃菜，比如说是这样，可能你要给他吃菜。当然，如果我们就要想办法，怎么妈妈告诉我们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就要配合了，不要说哎呀他都不吃，不要紧的啦可能我们这样的话会让我们跟孙子女的父母很容易有一些的矛盾出现。三代同堂我再讲一次，我们祖父母的角色就是尽量花很多的时间去跟我们的孙子女建立那个祖孙亲密的关系。所以如果有人说三代同堂其实不容易就要看你怎么样的去掌握所以呢这些不是难事，但是就是要我们用头脑去想一想当下的情况，我们可以扮演一个怎么的角色。那我觉得比较多挑战的时候就是在管教的时候了。所以当然今天我们不会谈这个，因为我们常常说他的爸爸妈妈我都可以管了，更何况是这个他的孩子，难道我不可以管吗？不是不可以管，当然我们也会有管教的部分，但是那个主要承担这个管教的责任的，我再重复，就是主要承担孙子女的管教这个责任的，应该不会是落在我们祖父母的身上，我们是辅助的角色，他的爸爸妈妈需要去跟进，需要告诉祖父母怎么样去配合，让一家人为了我们的晚辈就是我们的孙子女可以怎么样去合作。这个三代同堂，这个祖父母的角色是这样子的。所以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说跟阿公阿嬷相处的时候，有时候不是我不要我们都没有常常见面，怎么办呢？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的孙子女都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了，可能1个月才见面一次，然后其实在1个月见面一次的时候，在平时的当中，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做的吗？还是只是等那1个月吃饭的时候见面的时候我们才说话？所以可能这个要真的要想说，我们可以在当中是不是可以打个电话，或者是叫他的爸爸妈妈跟子女谈了之后，也把电话传给孙子女，我们也有一点点的沟通问好这样子。那不同的种族的家庭怎么做的？不同种族的家庭可以怎么做得好？那我想说，可能我们也有很多异族通婚，然后有很多不同的习惯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全部只有这2个字，就是要尊重我常常讲说，有些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在做这个三代同堂的时候，我们想说，现在如果是这个家庭，他的爸爸妈妈有给我们的孙子女一些的规则、一些的教导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要遵从？我们做晚辈的，我们可不可以说，以前我也不会是这样的嘛，我干嘛现在要听你的？那可能以前是以前，可能现在种族可能我们的家中有不同种族的，我们是想要怎么样去合作的更好。那可能第一点就是做大人的先要了解我们在饮食、在习惯、在处理事情当中，我们是怎么样去看这个事情的，我们是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只要大人在这一环做的能够透明，能够彼此了解彼此的感受跟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按着这个做基础来照顾我们的晚辈，然后我们的晚辈就会觉得这个大人的世界里面没有差别的，他们2个都就是爸爸妈妈跟阿公阿嬷都是一样的，所以呢都不会有特别不同的方式。那我们的晚辈其实在这个家庭当中才会是可以跟我们的大人们就是爷爷奶奶，就是3代里头能够更融洽。所以大家记得在这个的互动当中在这些的互动当中，主要的其实不是说要做得多好真的不是说要做得多好，主要的是在建立这个祖孙的关系里头，我们做这个祖辈的，也就是阿公阿嬷爷爷奶奶这个辈分的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造就我们子女的这个家庭里头，我们可以怎么样让这个家庭依然是很温馨，依然是有家庭凝聚力的。这个是其实坦白讲，这是我们做晚辈的其中的一个角色，而不是说我们的子女生了小孩之后
我们自然而然就成为了长辈嘛，我们就成为祖辈了然后就是这样了，我就是成为阿公，我就是阿妈，我还要做什么？反正我子女都长大。其实我想我们可以多想一点点，我们也希望我们子女的家庭是幸福快乐的，所以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其实我们子女有他们自己的工作的挑战啊，家庭的压力啊，他们要顾孩子，要顾自己的婚姻，其实真的是不容易。所以身为过来人的我们这个祖辈如果我们能够不断的提升自己，让我们成为家里面一个很亲近的人，会不会觉得说当子女有问题的时候，就是孙子女的父母，他们也乐意跟我们分享，得到鼓励。那我们的孙子女有问题的时候，他们知道除了爸爸妈妈了解他们以外，原来阿公阿嬷也了解他们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说在隔代教养当中这一环是很重要，所以大家也不要小看了自己成为祖辈的这个的角色。好，当我让我来做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的总结今天我们就分享了好多有关于祖孙情的建立可能大家觉得说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课题我们可以去学习的？那我今天也在这个问题解答完了之后，我刚才解了这么多，可能有一些课题当中，在我们飞跃的这个科乐林的课程隔代教养我们也会有一些的教导，那会更多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站Family Central 的网站，然后在这个网站里面，除了有隔代教养的课程，当然还有我们飞跃一些乐龄的课程，我都会鼓励大家不想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上这个网站，或者是说哎呀上网站很麻烦了，我可以怎么做？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的同事，就是你可以打这个91163200这个电话，可以询问我们还有什么课程是你有兴趣的。我真的鼓励你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不只对我们自己健康有好处也能够祝福到我们的家庭。所以我希望说这样的一个短短的分享，能够今天这些了解孙子女心里的话，也了解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祖孙情建立的这些技巧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空谈，凡是东西听到了，如果我们尝试去做的时候，这个的知识，这个的技巧就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我其实真的很鼓励我们的祖辈，我们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嬷能够去好好的去掌握这个的技巧，用在生活当中，去祝福你的家庭，让你的家庭永远都是这么样的有好正面的情绪能够温馨，能够开心，然后祖孙情是这么的精彩，这么样的让大家能够感受温馨的。好，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我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也谢谢乐龄活跃理事会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些小贴士。好，我们后会有期，再见了，谢谢。Stay tuned for the next session of the NSA eNugget series, which goes live every Tuesday and Friday at 2 p.m. on C3A's Facebook page. You can check out the talk schedule at www.c3a.org.sg and for more resources on how you can age well. For more enquiries, you can call 6478 5026. Thanks for watching. See you soon.